今天是成都的捷迪 K750仿赛的一个试驾会。这台车也是一个工程试装车，有些细节还是有待优化的。要提前说一下的是，在我来之前，这个车被试驾的车友给撞过一次，所以说整个车头的有些缝隙这些东西有一些跟出厂状态是不太一致的。整个车的设计是最近国产仿赛里面的一股清流，是走的很科幻的这种感觉。我们把灯点来看一下，日行灯，包括尾灯，超级科幻。我们还是起来说 OK。 现在是 GoPro 8的 Super View 的视角。我们先上车看一下坐高。这个坐垫这个位置是收的比较窄的，这个位置收的特别窄。我是170的身高，175的腿，双脚可以全脚掌着地。落脚的位置是可以在这个脚踏之后，比如说在坡道上面，你是可以把这个车用你的脚给固定住的。整体的坐垫是偏硬的那种，坐姿是比较趴的一个坐姿。它整个三星下面的这个分离把都是放在下面的，整个手把是偏低的一个角度。可以看到有无钥匙启动，整个手把和第一视角看上去是比较有质感的。这个三星做的是设计，我觉得是没问题，只不过有些边角的这种毛刺还可以再优化一下，它有点没有对到圆心上，这个是可以再去调整一下的。刹车上泵给到了 Brembo 的一个直推上泵。这个手把的开关是感觉是高精的那一套开模的那一套开关。仪表的这个 UI 显示还不错，虽然是一个大方表，但是屏幕边角盖有圆角，然后整个的 UI 这些清晰度这些看着都还挺不错的。怎么车现在是6档，没有打火。我们充电之后就回到了 N 档，然后打火。这个车发动机是750的一个排量，整个外形看上去是跟川崎那个 126N 的那个发动机是比较接近的，不过它是国外的一个发动机的设计企业去重新去设计的，版本可能是基于川崎的那一台，但是整体的里面的缸径和行程这些都是有变化的。感受一下这个震动属于整个车壳上都摸得到震动，但是后视镜是一点都不懂，而且后视镜这个阻尼感也是比较强的。OK， 稍微给点油，双油门拉线。发动机的响应是比较快的，但是能够听到这个车壳是有一些异响的。当然，这个异响很有可能是来源于因为之前撞过，然后又拆过。但整个壳子给人的感觉是里面是比较空的那种感觉，不是特别的实在。OK， 我们挂档，1档下去，整个车的推动感还是比较强的。我们骑起来，换挡的这个脚感还不错，离合是比较适中的一个手感。不知道是试装车还是因为撞过呀，因为撞的是右边。这个车现在的油门回位是有点迟滞的。我松了油之后，大概半秒，发动机的转速才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回落。骑起来之后，在4000转左右，这个车的震动还是比较明显的。整个大腿内侧夹持的时候感觉到的这个震动，脚上的这个震动都是比较明显的。看一下它的高转吧。
态是比较分手的一个动态。感觉车的重心是比较偏高的，整个压弯下去的这个动作是很愿意去倾倒下去，但是翻身没有那么快。油箱的夹持感还不错，但是稍微内侧这个位置是有一点点去割我的大腿内侧的。它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方的一个造型，但是侧挂的时候的上半部分这一块的这个夹持感还不错。操控是不能说轻盈吧，只是说整个车在转向的时候，这个手把是不需要太多的动作的，只需要你身体重心有一个小变化，它就能够到你想要的这个弯道的角度。试一下趴油箱。整体的舒适感还不错。试一下3档，2000转，是没有明显脱档的，但是扭矩是感觉不够的。大概要到5000转以上，这个车的扭矩才开始释放。再找一段直道去感受一下前后的制动一起来。这车的制动还是比较偏软的。它的这个制动力够了，但是被减震感觉是拖累了一点点。前面减震现在这个状态，感觉重刹时候的弹跳多了一点点。不过这个刹车的手感还是算比较好的 ，ABS 的实际也没有什么问题。等一下比较颠簸的一些路，前面有一个。减震的动作是很干净的，没有弹跳，是比较偏硬的那种减震。OK。捷迪的这个边撑总是给人一种不是很稳当的感觉，它的这个力度和阻尼都不太够。要注意一下。OK， 我们现在把它放在这个位置来看一下它的静态。